好，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开箱视频。不瞒大家说，因为我马上要去妈咪玩耍几天了，所以呢，我前几天就出门逛街去了。然后路过呢 And Other Stories 这家店之后呢，空手进去，满载而归啊。这里也想简单介绍一下 And Other Stories 这个品牌，它来自瑞典，兼具了瑞典的极简主义和巴黎的浪漫风情，定位轻奢、时髦又实穿。而且他家的衣服质量非常好，买一件可以穿很多年，连凯特王妃都在穿他家的衣服哦。所以小珍呢也经常会去他家买。对了，今天这个视频不是广告哦，都是我自己真金白银花钱买的。我觉得是它2023年早春系列里面最值得买的7件单品，包括5件衣服和2件配饰。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单品，在视频的最后，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那么我身高1.66米，体重114斤，普通身材。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都放在了描述框里面，供大家参考。我是小镇杰西卡，如果喜欢我呢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。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呢，也希望给小镇点一个赞吧。首先就是这件风衣，我跟大家讲啊，我简直爱到不行啊！其实我当时进店里的时候呢，是被他们招牌的广告所吸引的。广告模特里面的2件风衣都特别的美啊，颜色很清新。结果走进去一看，什么鬼？这个面料都是皱巴巴的，然后一看就很 cheap， 肯定不行。结果没想到，我一转头就看到了这件风衣，我一拿出来一过手，我就知道有戏。果然一上身哦，我就震惊了，真的完全不比我自己那件 Max Mara 差哦。这件风衣好在哪里呢？首先是面料，之前也强调过很多次啊，像风衣呀、大衣这种大件的衣服呢，面料一定要选好的。它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面料公司提供的面料，这里面是有的。Manteco 已经有约80年的历史哦。你看里面有个内袋，你仔细看它的面料哦，它是有肌理感的，所以要比很多纯色的风衣呢，看上去更加的扎实，而且呢是有层次感，完全不会皱啊。你看我这件衣服买回来也没有烫过，你看我随便这样捏什么都不会有任何的褶皱啊，所以绝对是懒人必备啊。那么他们家的面料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都会有羊毛成分，这件风衣的羊毛成分有76%，所以正因为有这个羊毛成分，所以它穿的季节会特别的长哦。不仅现在早春可以穿，一直穿到5月份，到了秋天甚至初冬都可以穿啊，所以跟我自己那一件 Max Mara 是有一点像的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觉得也是值得投资一件的。颜色来讲呢，我也很喜欢，是叫 Dusty Beige， 中文的翻译可以说叫大象灰，所以它既有驼色的这种温暖的感觉，同时又加入了一点灰色调，无论是暖色系的衣服还是冷色系的衣服都能配，所以很百搭，利用率也很高。你看我就这样随随便便内搭一身摆，只要加一件这样的外套，看上去就非常的有型。它这个版型呢是今年春天最流行的这种小廓型的风衣的款式，长度到小腿中间，领子的尺寸是比较大的，所以上身就很有那种女老板的架势哦。那么它最加分的是这根腰带哦，很多风衣的腰带的位置都做的偏低，但是这一件风衣的腰带位置做的偏高，这样就可以悄咪咪制造视觉的错觉哦，给别人感觉你下面都是腿哦。我自己那件 Max Mara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我穿的时候从来不带腰带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自己那根腰带设计的位置就太低了，远远比不上这一件的腰带的位置哦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这一件甚至比我那件 Max Mara 更好，所以版型来讲呢，我觉得是完全无可挑剔哦。这一件的版型呢是比较偏大的，我穿 S 就正好，价格299刀，是属于它的风衣里面最贵的一件。但是我觉得比那些219刀的薄风衣要值得投资。同款还有一个黑色，但是我觉得这个 Dusty Beige 的颜色更加的高级，而且很特别。这件我真的吐血推荐哦。第2件就是这一件浅蓝色的针织衫，哇，软乎乎的，好可爱呀！给大家换上试试看哦。这件毛衣最独特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颜色哦，英文叫 Light Blue Wool， 这个颜色真是卖得太快了。
我在店里的时候呢，只剩下这件大号了。我后来去官网看呢，也只有大号了，因为颜色太清新、太春天了。我是一个黄皮哦，我穿都会很显白哦。我买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，还是因为它的面料，它里面有6%的羊毛。不要小看这一点羊毛啊，不仅相对保暖，而且呢，整体的质感也会提上去。我自己有一些毛衣完全就是腈纶，没有羊毛成分，每一次塞进夏装里面哦，都觉得很费劲，因为这个面料太硬了。洗了几次之后呢，更加不堪。那如果加入羊毛之后呢，就是手感很蓬松，穿着很舒服，而且你塞进夏装的时候呢，不会那么硬邦邦，非常容易塞进去，所以面料是非常加分的。那么从版型来讲呢，我也是很喜欢。第一是它的领口呢是不高不低，而且做了这一圈的螺纹，一方面呢是更加有层次感，而且呢你也可以在里面叠加衬衣啊或者高领衫等等。那么它的袖口也是有一个螺纹的设计，袖子有那么一点点微微的喇叭袖，所以相对就更加柔美，很有女人味。的下摆呢也是一个宽的螺纹，哪怕你把它放到裤子下面，是很慵懒、很随性的。它做了这个螺纹之后呢，塞进裤子里面就非常简单，这样可以帮助你打造一个高腰线。它的穿法也是很多种多样哦。你看我就这样单穿，你下面搭配白裤子啊、牛仔裤啊或者米色裤子都是 OK 的。还有一种穿法呢，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，比较偏学院风的穿法啊，内搭加一件蓝白的条纹衬衣，把领口和袖口的条纹给翻出来，这样呢不仅有层次感、保暖，而且整体呢就很像知识分子，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种风格。还有呢，你当然可以作为风衣的内搭啊，这样的浅蓝色呢和那件风衣的颜色配在一起，也是非常的显眼，而且呢很有春天的氛围感啊。价格只要59刀啊，我觉得是在 And Other Stories 里面比较实惠的单品哦，怪不得卖的那么快。如果我这个颜色大号大家穿不了呢，还推荐另外2个颜色，一个是叫 Light Blue， 是比我这个颜色再稍微深那么一点点，也是一个很春天很好看的颜色。还有一个呢是灰绿色，它是加入了灰度的那种有点像豆绿色那种颜色，所以呢上身会更加的文雅。我看很多朋友的 review 啊，对这个颜色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。那这2个颜色大家也可以试试看。再接下来一件呢，就是我身上这件条纹衬衣了啊！我小郑是一个条纹控哦，这件条纹衬衣太值得买了。首先是因为它的面料特别好，100%全棉，尤其当你夏天贴身穿，你稍微出点汗呢，也能够很快的吸收掉，要比那些化纤的衣服穿的体感要舒服很多。其次是它这个条纹的设计哦，是细密的条纹，而且仔细看其实是深蓝色和白色，要比黑白的对比更加柔和一点。所以适合我们亚洲女性啊，是它的这个小小的一个绿色的蝴蝶啊，就有点可爱，看到吗？背面来讲呢，它的是有一个褶皱，增加了一点那种少女的那娇羞啊。如果你的后背不是很瘦的同学呢，其实穿这种衬衣也不会觉得很拘束。这件衬衣巨大的一个加分项就是它这个领口啊，因为我买过很多衬衣，这个领子的这纽扣的位置呢，要么太低，要么太高，多打开一粒呢太暴露，内衣都会露出来；少打开一粒呢，这个脖子就会显得很局促哦。但是这件衬衣你看啊，正好打开2粒纽扣。到这里的位置正好，既不会露出内衣，又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打开的程度，显得脖子很长，显得整个脸就很小。它的版型整体是比较宽松，所以对身材很包容。它是一个圆弧形的下摆，开口是比较高的，即使你把这个衬衣放在夏装的外面，也不会显得腿短。我自己很喜欢条纹衬衣，是因为它的穿搭呢是非常百变的。比如说像我这样普通搭配一条白裤子，把白衬衣放到裤子外面，就显得很慵懒随性。如果你把这个衬衣的下摆呢塞到裤子里面，然后加一个腋下包，搭配一双凉鞋，就可以去上班，在优雅中呢带了一点随性啊。还有呢，就是可以把它穿在风衣里面，看上去真是气场3.6米的白领丽人，有没有？还有一种穿法呢，就是把它当做外套穿，里面呢搭配一个白色的小背心啊，或者小吊带。夏天呢还可以防晒啊。你看我加一个草帽或者草包，我准备去迈阿密就这样穿一套啊，既很有型又有点颜色，而且还防晒。大家说是不是很美？这件呢，我穿的是6号，对我来讲刚刚好。我比较推荐的是深蓝色和白色，同款还有一个绿色和白色，颜色更加小清新一点。
接下来一件呢，就是我身上这件亚麻衬衣哦。其实我去年夏天就买了，然后我今年到店里面发现这件还有哦，说明是他们的经典款了。如果去年没有跟着小郑买的同学，今年一定要买哦。这件衣服好在哪里哦？第一还是这个颜色哦，这个天蓝色看着就让人心情大好哦。接着就是它的面料哦，太爱这个面料，是100%全亚麻，它这个亚麻是有一定的厚度的，不会像有一些便宜的亚麻那种没有筋骨感。所以你看我这样上身一穿哦，依然是显得很有那种衬衣的正式感，有一点点挺阔。有钱有品的人，冬天穿羊绒，夏天就穿亚麻。亚麻呢是自带这种肌理感和那种有一点点皱皱的那种感觉啊，它就是要的那种皱皱的感觉，会给别人留下一种老娘什么都有，老娘什么都不在乎，内心戏好多，所以大家不用太过计较，稍微有一点点皱。但是它的好处是在于呢，因为它的面料有足够的厚度，所以即使我动一动，或者我这样，你看袖子这样折上去，然后再翻开来，这种褶皱也是非常的随性和自然。除了我现在这样单穿配短裤，你配白裤子啊，或者穿在西装里面等等都可以哦。我这次也会带到迈阿密去哦。这件衣服的价格有点贵啊，119刀。我自己觉得投资一件亚麻衬衣是值得的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蓝色有点贵呢，可以选它的白色，白色呢是89刀啊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。小郑是坚定的选择蓝色。那么这一件呢，我选的是4号，他家的4号和6号我都能穿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款式呢，6号有点偏大，4号是正好的，供大家参考。衣服的最后一件呢，就是我这件连体裤。小郑作为连体裤的重度爱好者，这一件呢，我一看到我就知道一定上身会很好看。果然啊，这面料呢，它是深蓝色里面加入了一点点的暗条纹，所以要比普通的蓝色看上去更有层次感，上身就不会那么古板。它这面料很垂，所以上身很显瘦。它有很多种不同的造型啊，比如说呢，我如果搭配一个白色的墨镜，搭配一个大草帽，搭配一个大草包，这样的话呢，去海滩玩耍，比起清一色的花裙子来讲，这样的连体裤呢就会让你脱颖而出。那么如果说我把我的配饰换一换，加一个手表，加一个精致的银色耳环，然后再加一个白色的挺阔的包包，如果全身觉得这样的蓝色比较沉闷的话呢，可以加一条蓝色系的小丝巾，这样的话呢，去上班优雅大方，而且非常的时髦。还有一种穿法呢，就是换一双匡威鞋，然后加一个银色链条的这样的海滩包，同时呢，别忘了加一个棒球帽，活力满满。周末如果去踏青啊，或者去公园玩耍，就可以穿上这样一套。你看哦，同样一件连体服，通过搭配不同的首饰和鞋子，然后再加不同的帽子啊、墨镜等等，就可以变换出不同的造型。那么它同款的还有黑色和一个深驼色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深蓝色是最百搭的。当然啦，贵也是有点贵的，159刀确实有点贵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连体裤呢，因为造型很百变，而且它是没有这种季节潮流性吧，所以可以穿很多年，所以我会留这一件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终于要讲配饰啊！这次买了2个配饰都超满意，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棒球帽啊。它的特点是在于100%都是亚麻哦。夏天如果戴普通的棒球帽，就会感觉特别的热，特别闷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样的亚麻的面料就不会有这种烦恼，而且这个颜色好高级啊，有这种亚麻的肌理感，一看就很显贵哦。后面是可以根据头围调节的。那么这顶帽子其实是一个软的帽子哦。我一开始拿的时候还有点担心哦，因为我是一个扁头哦，但是我一戴就显得后脑勺也是比较饱满的，所以呢，夏天如果懒得洗头，或者是戴草帽戴烦的情况下呢，就可以戴这一顶。我看到模特他是搭配游泳衣来戴这顶帽子的，也非常有腔调，所以我这次出门一定也会把这顶帽子给戴上。最后一个单品，也就是我全场最喜欢的单品，那就是这副墨镜。我一直想买一副这种猫眼白色的这种复古的墨镜啊，但因为我的脸比较宽，然后呢戴这种猫眼墨镜啊，总觉得特别奇怪啊。但是这一副啊，我进去一试，哇，好有型啊！
很有夏天的氛围感，因为它是白色嘛。但它的好处是在于它不是那种惨白，它是那种米白色，就很适合亚洲人，不会太过突兀。而且它的镜架这边有一个金色的一条线，所以就增加了一些精致度。平时上班路上戴黑色墨镜戴太多了，就可以试下这种白色，而且很清爽啊。而且到了海滩呢，也可以戴这一副，出去玩耍也可以戴啊。今年夏天这副墨镜将是我的最爱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39块一定要去买哦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所有的购买链接呢都会在描述框里面啊。小郑的开箱是比较啰嗦，除了要展示这个衣服的细节，还会讲一些这个衣服怎么穿哦，希望大家没有看烦哦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是小郑杰西卡。如果喜欢我呢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。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呢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呢，也请大家给我点一个赞吧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